然后他拍那个房子这种灯这样照过去，就感觉好像是一部车开过去。那我们要那个声音不容易录到，所以半夜我们常常开车，就是半夜天气又很长，然后你会发现上山的车不行，都加油了，那车太快了；下山的车因为是滑的，那都可以这样子，就是半夜收工了不睡觉，就把录音机带着，导演跟着我来。导演跟着你。每天都很充实生活，然后可以把以前不想做的事情推翻，因为有一些新发展的事。所以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好像还蛮过瘾的一个时代。是我成长最快的最快速的一个阶段。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是电视剧里面的刚好聚在一起，到一个新的思维，到了一个瓶颈，电影瓶颈，它自然就会形成，这个也没有刻意的，只是说很多喜爱电影的年轻人在那一段时间突然有了机会，他的想法都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赛性的，或者是一个启发性的，或者一个传染病式的，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他也不可能说预知一个什么运动啊，或者是也没有，不自觉，在我立场上没有自觉。电影是我们方面特别多，他们文化反而是那个。大概我们第一个坏处就是他们的参考，经常都死人，你不用考虑这个，有很多科技有短期，那呢经济影响300-400，那我们就300-400。类型他们在当年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其实在当时也是大爆冷门，因为他当时在金马奖评审委投票过程里面，听说列第9名，就他分数到第9名，后来经过辩论之后进入到第6名，在最后关键中竟然会变成金马奖最佳影片。可是这个红会的所有宣传都走向用枪、用血、用很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但是一看完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现在2002年这个台湾社会其实蛮像的，就是很多边缘人被压迫在边缘，随时会爆发。18一通电话打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杨洋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一个非常的对台湾社会观察到了非常细微。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说，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知道大概这个人是什么，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说没有信心到对自己表演完全失去信心，没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因为原来老杨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到了差不多1984左右，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一方面商业系统没有办法自己建立立足，越来越多的这些文化艺术店开始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纳闷，这是不是对的？但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的，因为它是边缘被中央化，85年从很多一线电影都然后电影的那个卖座就接回来，然后香港的影片进来，因为香港像金逸城在这边成立分众然后金逸城的东西，所以再慢慢的改变成是电商开始投资，台湾本土开的越来越好，他们愿意拿钱去买香港的台湾方面。其实为什么香港的演员叫价会叫到这么高？都听了台湾片商的。当然，所以他们最后为什么自己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死命，就是因为当初他们为了要抢这个演员的电影，突然间把香港演员的片子全部都拉到一个坑里去，这都是个不健康的走向。电影会萧条，其实我到现在讲，它的原因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社会财产权一直没有被重视。我举一个例子，像《莲花太子》，一部片子要上千万的制作费，你拍完以后你要上线，会有人来跟你谈，我想买你的录影带版权，那版权费是多少？18万，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线，我就重复发录影带。你愿意卖的话，我只是保障你半年之内不会有人告发。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黑道在控制整个市场，包括到杨德昌他的牯岭街要上片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 cable 了，cable 台在他那个上面就做出广告，在他上片的第2天要首播，包括东影他们去制止都没有办法，准时首播，所以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那国片我干嘛？我去看录影带就好了。到了1984、85左右，就出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论争。那个时候，因为侯孝贤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所以所谓永侯派、反侯派等等这些东西就出来。尤其是那几年的金马奖，特别使得这样的议题越来越化。我想是因为有一些评论界对新电影的定义，或者是真正的能够发生的效应，缺乏认识，应该是增加，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评论界的受的很大。我觉得不超过评论界的因为新电影的起来问题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说，哎，你拥护谁？你拥护谁？其实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真正讲他新电影不好，他打死，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讲。后来就是会产生这个争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杜明基在那个时候有一间这个新电影台湾电影老法拉，他的角度是什么？等于是从加拿大一个发行的一个杂志来看，你们都是出来接着电子，用电子太多的同类的东西，就会给人家做成一个误解的印象，就台湾电影就这样就不好看，来拍戏就这样，所以你们会把台湾电影搞死。这也是他的一种说法，但是这样一在国内的报纸发表，大家就认为他犯了众怒，就引起很大的争议。那时候你是怎么观点？事实上我没有参与那个，就是关于杜明基的那个争议，我并没有参与。那后来自己引起争议，因为我写的谁是上帝，谁是教宗，那个时候是我去有感于他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中国时报》就有那个一部电影在看雷子登这样，我觉得我还记得最明显的是《红人马戏》，那个时候台湾电影已经过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没错，侯孝贤在那个时候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他的创作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但是是否已经到了教宗的地位因为我还记得那个詹宏志。给的那个评语就是说影响台湾新电只有3个名字，侯孝贤。
警察先出手了，所以才会有火上身，懂的意思啊？所以要么就是被投下的开始，就是民警察先走，所以民警察为什么走？因为没有枪法，所以去枪打他。所以这是有没有去找一个新的根基？我常说你会不会叫我们先放到这边，我跟大家再谈个10分钟，第一阶段先结束。刚才各位看这个认不认识这个人？有没有人说出这个导演的名字？刚才这个最后这个光头啊，这个导演也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名的导演，叫蔡明亮。所以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他本来跟一个他的演员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本来想拍成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后来两个人各拍各的，拍到最后两个都拍太长，就变2部电影，一个叫《不见》，一个叫《不散》。这2部电影台湾好像开始就演过了，然后票房很不好。那到这边为止，我想跟各位同学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是不多。我想还是按照原来的时间哈，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这个 DVD 是带到国外去用英文的，所以它字幕是英文。那因为我想说它语言是国语啊、台语，大家应该听得懂。那看到这里为止哈，这个在座同学哈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刚好这个故事讲到快要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当初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忽然开始慢慢经过几年之后，观众慢慢减少，就引起一个争论，说这种电影拍太艺术，谁要看？所以刚才有个人讲得很激动，有没有？这个蔡明亮导演前面有个人讲得很激动，那个人就是当时是属于被列入，是属于会批评这个新电影，认为说它不好的。那他也访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那么讨厌新电影？”所以他讲得很激动，其实他不是讨厌新电影，认为新电影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讨论的。那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影片的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开始看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那个中安电影公司的总经理，那就是他找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些电影。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跟他谈这个东西，就是不完全是讲今天这个，可能要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了更后期的一些悲情城市，一些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还有我这样过了一生的一个有的导演叫张毅的，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为止就算了，我们剩下的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来跟大家讲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还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心理状态比较重要。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我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你觉得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举手。好，放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的，不要觉得差不多了，很满足了哈。满足中间还夹带一点觉得没什么好看的，算了，举手，没有关系。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们等一下。第2节是下午这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尾巴看掉。不过也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这边，我想问同学几个问题啊。你现在看下来的感觉哈，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性有再多懂一点？就是我刚才不是问说什么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吗？那刚才那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暗暗的、闷闷的，好像是有好像有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举一个刚刚才结束的画面啊，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要进来他赶法门把他挡住，很怕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已经疯了。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里面的主角，叫李立群，他已经疯了，所以那个怕他进来那个人叫做丁世杰，这2个都是舞台演员。
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啊、他一直打到他手中，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他声音发生的时候，你根本猜不到他会有声音。他是故意用他这样挡住他的时候，你会有个心里有个期待。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的时候，你一定被他吓到。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啊，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看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知道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其实这个空白很恐怖的，为什么？你猜不到干什么。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人这样反击拿出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爬，突然声音响了，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啊，就像电话铃声，铃铃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新导演在拍东西的时候，他尽量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空间。通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们看的时候会被他吓一跳，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看到画面，可是声音从别的地方发生。杨德昌最拿手就是这个。所以杨德昌导演很喜欢用这个手法，不然就是一个空镜头，一棵树，你忽然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你根本不晓得是打雷还是什么。下个镜头看到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先移到前面一棵树底下，你会以为发生什么打雷啊，或者说他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下一个镜头是他其实有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像这种很巧妙的组合。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这个就是文学。啊，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就讲到重点，因为刚刚讲很多部分，不然就是侯孝贤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往下看这个世界，要非常非常客观和冷静。所以他到拍那个有一部电影叫《风归来的人》，都会看到几个人在跳舞啊。在一个女孩前面，他们一起跳舞，然后在海边互相脱裤子啊，然后他们追来追去，就是什么事都没在做。他是讲那4个人快要去当兵了，这4个男生快要当兵，实在没事干，很无聊。所以他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无聊，很无聊，日子怎么办呢？4个人只好互相脱裤子，在海边追来追去，你会觉得这个电影在讲什么？讲很无聊啊。那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票房没有非常好，因为拍得很无聊嘛。可他却呈现了当时年轻人走投无路，没有事做，啊，又要去当兵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的镜头，啊，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都小小的，可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我刚才各位看完这个之后会得到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用电影在说文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休息一下，那个下一节课我们把最后看好。其他人请先就座，先就座。
除了排队的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是请你就座。来，麻雀一共队来，站这边一边。好，感谢。亲完了就请回座。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是住校生还没有跟陈慧琪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等一下回教室用完餐之后，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你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天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第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今天只有发1张，是不是？好，那就是先写今天这1张啊，你可以跟别人讨论该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警告处分啊。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交回来。每个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个会让你啊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你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到前面右前方大门这边来拿。
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啊，是我们两个啊。好。这个车是谁的？哦。我欢迎小野老师。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的出来。对老师，看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哦。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谢谢各位同学讲那么精彩啊！我刚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在坐在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跟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那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我想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是那个新国中学编辑社采访组的同学老师。我们这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可能然后说没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因为从资料看，小野老师大学时也是生物系的，然后是比较属于自然科学方面，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上文学之路呢？有
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会被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也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一定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一定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许多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很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小说《永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永之声》，就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永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的她所念的系。他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很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衷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进行第3个就是做像帝女啊、嫁妆牛车，还有刘航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人物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曾经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杜斯南之吻。
这样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让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不要太，你们都不要太紧张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得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之后说，我为什么会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跟文学改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10-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目标和期许吗？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譬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一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的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又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实际上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很多人看的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
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跟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它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过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如果你去没看过他书的话，你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哈，很多日本小野，他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然后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您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单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去阅读？那然后为请大约介绍一下里面内容，那它为什么具有独特性？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那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了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分工作室，一熟读金庸小说者，2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第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那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是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好，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好。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好，那我就来。好，现在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就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
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的一个叫宏广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我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得蛮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难的，也可以问很简单的，然后不要不好意思，谢谢。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于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我就他就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所以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啊，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啊，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他是兴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家的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兴国高中的话，家的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地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一些，想故事讲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故事。还有没有同学要问问题？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啊，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得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啊，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啊，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啊，就是
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人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1本到80几本书中啊，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课本上还有讲，不是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那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生命意义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所以我已经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炸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赋予一个意义。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会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而不要单一的意义。说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不是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积极向前。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9点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40个，好不好？好，老师问。是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雨老师心灵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 welcome。你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的，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就是非常棒哦。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肖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是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肖伟老师，您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更精彩？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去德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就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2个看着我说，哎，算了啦，跟你去玩不好玩了。
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那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那有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哈，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的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又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一直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了之后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接下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是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哪没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还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都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面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那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玩了回来以后，才慢慢再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一不一样，因为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经验了。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还有时间给各位看看有没有？好，这位女生，这位女生
我想我们学校啊，就是有帮我们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啊，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您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谢谢。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啊，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啊，很悲伤也是主题啊，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啊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啊，一只牛啊，然后旁白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她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她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啊，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那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方式在编剧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的，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这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三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三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啊。第三步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概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啊。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哦，终于找到了。第一幕是寂寞，第二幕是绝望，第三幕是希望，第四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哎，我怎么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
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宗彦，对不对？好，于宗彦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宗彦的样子，那你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就照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怎么照你。通常编剧最好的话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贪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好像一般你在编剧了，我帮你讲很多了。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个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燕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请找一下7班班长。等我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议副长跟我来找一个协议副长跟我来啊。签第一位，在前面吧。找一个协议副长来。协议嘞。协议，找一个协议副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发给大家10位啊，发给大家做哈。好，各位同学，我们签名，小伟老师签名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他拍那个房子是奔这样走过去，就感觉好像是一部车开过去。那我们要那个声音不容易知道，所以半夜我们常常开车，就是半夜天气又很长，然后你会发现上山的车不行，他们都加油，那车太快；下山的车因为是滑的，那时候可以这样子，就半夜收工了不睡觉，就把录音机带着，导演跟着我来。导演跟着你。每天都很充实生活，他们可以把以前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把，也有一些新发展的。所以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来，好像还蛮过瘾的一个时代。自我成长最快速的一个阶段。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是练习到一个新的思维，到了一个瓶颈，电影瓶颈，它
它自然就会响起，这个也没有刻意的，只是说很多喜爱电影的年轻人在那一段时间突然有了机会，他的想法都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赛性的，或者是一个启发性的，或者一个传染病式的，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了。他也不可能说预知一个什么运动啊，或者什么也没有，不自觉的，在我立场呢没有自觉。这也是做方面特别多，他们文化，本来今年大概我们第一个坏的就是他们的他的口音，听到都死了，你不用考虑这个，有很多科技有短信。那个今年一毛300-400，报名就300-400。无论这样的类型哦，他们在当年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其实在当时也是大爆热门。因为他当时在金马奖听说投票过程里面，听说列第9名，就他分数到第9名，后来经过辩论之后进入到第6名，然后在最后关键中竟然会变成金马奖最佳影片。那可是这个红会的所有宣传都走向用枪、用血、用很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枪战片。一看完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在那个时候拍那个片，当然现在2002年这个台湾社会其实蛮像的，就是很多边缘人被压迫在边缘，随时会爆发。然后只当一通电话打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想让他们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一个非常的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到非常细微。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说，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知道大概这个人是什么，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说没有信心到对自己表演完全失去信心，没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原来老娘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到了差不多1984左右，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对不对？一方面商业系统没有办法继续建立立足，越来越多的这些文化艺术电影开始出来，让很多人就开始纳闷，这是不是对的？但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的，因为它是边缘被中央化，85年后很多一线电影都然后电影的那个卖座又接回来，然后香港的影片进来，因为香港在第一城电影这边成立分公司，然后第一城的东西进来，所以再慢慢的改变成是电商开始投资台湾本土拍的越来越好，他们愿意拿钱去买香港的电影，帮助。其实为什么香港的演员叫价会叫到这么高？都是因为台湾片方面。当然，所以他们最后为什么自己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死路？就是因为当初他们为了要抢那个演员的电影，突然间把香港演员的片子全部拉到一个坑里去，这都是个不健康的走向。电影会萧条，其实我到现在讲，它的原因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在
地区社会开展权一直没有被重视。我举一个例子，像《莲花太子》，一部片子要上千万的制作费，你拍完以后你要上线，会有人来跟你谈，我想买你的录影带版权，那版权费是多少？18万。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线，我就同步发录影带。你愿意卖的话，我只是保障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盗发，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黑道在控制整个市场。包括到杨德昌他的牯岭街要上线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 cable 了，cable 台在他那个上面就做出广告，在他上面的第二天要首播，包括东影他们去制止都没有办法，只是首播。所以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那国片我干嘛？我去看录影带就好了。到了1984、85左右，就出现一个明显的、越来越明显的论争。那个时候，因为侯孝贤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所以所谓拥侯派、反侯派等等这些东西都出来，尤其是那几年的金马奖特别使得这样的议题被打越化。我想是因为有一些评论界对新电影的定义，或者是真正的能够发生的效应缺乏认识，应该是这么讲，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评论界的受益很大。我觉得不超过评论界的，因为新电影的题材完全是很不的题材，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说，哎，你拥护谁？你拥护谁？其实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真正把阿基练不好，把他打死。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谈，后来就是会产生这个争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杜明基在那个时候选了一间这个新电影台湾电影跑法啦，他的角度是什么？等于是从加拿大一个8级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们都是出来接着电子，用电子太多的同类的东西，就会给人家做成一个误解的印象，就台湾电影就这样就不好看，看来看去就这个。所以你们会把台湾电影搞死，这也是他的一种说法但是这样一在国内的报纸发表，大家就认为他犯了众怒就引起很大的争议。那时候你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我没有参与那个，就是关于杜明基的那个争议，我并没有参与。那后来后来自己引起争议，因为我写了一个谁是上帝，谁是教授那个时候是我去有感于他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中国时报就是有那个一部电影他来看有几分这样。我觉得我还记得最明显的是《红马戏》，那个时候台湾电影已经过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没错，侯孝贤在那个时候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他的创作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但是是否已经到了教宗的地位因为我还记得那个詹宏志给的那个评语就是说我们讲台湾新电只有3个名字，侯孝贤不算。因为他先出手了，所以才会有侯孝贤。可能也是所以要么就是被侯孝贤害死，所以林青霞先走。所以林青霞为什么说因为没有他嘛？所以去想打他。所以这是人要去找一个新的根基。我常说你会不会叫我们先放到这边，我跟大家再谈个10分钟，我们第一阶段先结束。刚才各位看这个认不认识这个人？有没有人说出这个导演的名字？刚才这个最后这个光头这个导演也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名的导演，叫蔡明亮。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他说他本来跟一个他的演员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我还想拍成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后来2个人各拍各的，拍到最后2个都拍太长，就变2部电影，一个叫《不见》，一个叫《不散》。这2部电影台湾好像开始都演过了，然后票房很不好。那到这边为止，我想跟各位同学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剩下不多。我想还是按照原来的时间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那个 DVD 是带到国外去用英文的，所以它字幕是英文。那因为我想说它语言是国语台语，大家应该听得懂。那看到这里为止
这个在座同学哈，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是刚好这个故事讲到快要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当初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忽然开始慢慢经过几年之后，观众慢慢减少，就引起一个争论，说这种电影拍太艺术，谁要看？所以刚才有个人讲得很激动，有没有？这个蔡明亮导演前面有个人讲得很激动，那个人就是当时是属于被列入，是属于会批评这个新电影，认为说它不好的。那他也反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那么讨厌新电影？”说他讲得很激动，其实他不是讨厌新电影，认为新电影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讨论的。那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影片的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开始看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的那个中安电影公司的总经理，那就是他找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些电影。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跟他谈这个东西，就是不完全是讲今天这个，可能要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到更后期的一些悲情城市，一些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还有我这样过了一生的一个有的导演叫张毅的，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为止就算了，我们剩下的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来跟大家讲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还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心理状态比较重要。好，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我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你觉得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举手。好，放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的，不要觉得差不多了，很满足了哈。满足中间还夹带一点觉得没什么好看的，算了，我举手，没有关系。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们觉得等一下。第二节就是下午这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尾巴看掉。不过也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这边，我想问同学几个问题啊。你这样看下来的感觉哈，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性有再多懂一点？就是我刚才不是问说什么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吗？那刚才那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暗暗的、闷闷的，好像是有好像有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举一个刚刚才结束的画面哦，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要进来他赶把门把他挡住，很怕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已经疯了。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里面的主角，叫李立群，他已经疯了，所以那个怕他进来那个人叫做丁世杰，这两个都是舞台演员。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啊，他一直打到他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发生的时候，你根本猜不到他会有声音，他是故意用他这样挡住他的时候，你会心里有个期待，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的时候，你一定被他吓到。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啊，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看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制造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其实那个空白很恐怖的，为什么？你猜不到干什么。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这样子。反击拿出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爬，突然声音响了，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啊，就像电话铃声，铃铃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新导演的拍东西的时候，他尽量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空间。通常文学
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们看的时候会给他问不吓一跳，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参考画面，什么声音从别的地方发生。杨德昌最拿手就是这个，所以杨德昌导演很喜欢用这个手法，不然就是一个空镜头，一棵树，你忽然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你根本不晓得是打雷还是什么。下一镜头看到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先移到前面一棵树底下，你会以为发生什么打雷啊，或者说要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下一个镜头是他其实有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像这种很巧妙的组合，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这个就是文学。啊，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讲到重点，因为刚刚讲很多新闻，不然就是侯孝贤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往下看这个世界，要非常非常客观和冷静。所以他到拍那个有一部电影叫《风归来的人》，就会看到几个人在跳舞啊，在一个女孩前面他们一起跳舞，然后在海边互相脱裤子啊，然后他们追来追去，就是什么事都没在做。他是讲那4个人快要去当兵了，这4个男生快要当兵，实在没事干，很无聊。所以他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无聊，很无聊，日子怎么办呢？4个人只好互相脱裤子，在海边追来追去，你会觉得这个电影在讲什么？讲很无聊啊。那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票房没有非常好，因为拍得很无聊嘛。可他却呈现了当时年轻人走投无路，没有事做，啊，又要去当兵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远的镜头，啊，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都小小的，可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我刚刚各位看完这个之后会得到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用电影在说文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休息一下，那个下一节课我们把最后看完。其他人请先就座，先就座。
听完了就请回座。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是住校生还没有跟陈文琪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等一下回教室用完餐之后，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你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天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第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今天只有发1张，是不是？好，那就是先写今天这1张啊。你可以跟别人讨论该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警告处分啊。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交回来。每个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个会让你啊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你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上前面，就前方大门这边来拿。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老师，我们2个啊。好。这个车是谁的？哦，让我欢迎小野老师。
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的出来。对老师，看到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哦。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谢谢各位同学讲那么精彩啊！我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坐在车台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跟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那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然后呢，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我是那个兴国中学编辑社采访组的同学王诗。我们这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可能然后是没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因为从资料看，小野老师你大学时也是生物系，然后是比较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领域，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上文学之路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背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也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
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一样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一样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许多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很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小说《永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一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永之声》，就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永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的她所念的系。他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很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进行第3个就是做像《逆女》啊、《嫁妆牛车》还有《流氓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融入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曾经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杜斯山之吻》，让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让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不要太，你们都不要太紧张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得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
作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啊，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的时候说，我为什么会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跟文学改编，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认为电影跟戏剧来带动文学的这种理想真的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目标或者期许之类的？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比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就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实际上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很多人在看的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哈，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比如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到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如果你没看完他书的话，你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哈，很多日本小野，那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能
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然后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整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您心中是否有一套书来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的朋友？那然后可以请大约介绍一下里面内容，那它为什么具有代表性？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他有人跟我讲说他想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分工作室，一熟读金庸小说者，2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结果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好，那我就来。好，现在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县的一个叫宏广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我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得蛮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
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他已经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就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啊，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啊，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他是兴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加个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兴国高中的话，加个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地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一些，想故事讲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故事。这样。还有没有同学要问问题？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啊，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得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啊，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啊，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人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0几本书中啊，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课本上还有讲的，不是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生命意义是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所以我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炸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赋予的意义。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
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会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而不要单一的意义。说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积极向前。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9点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好吧。好，老师问。是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雨老师是心灵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 welcome。你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的，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就是非常棒啊！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小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是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小伟老师，您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更精彩？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去德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是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啦，跟你去玩不好玩了。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这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的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就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一直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了之后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
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接下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是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哪没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是说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还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面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着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玩了回来以后，才慢慢再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一不一样，因为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经验。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还有时间给各位看看有没有？好，这位女生。这位女生喂，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就是有帮我们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嘛，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您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谢谢。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很悲伤也是主题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一只牛然后旁白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
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她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她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啊，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了，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那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方式在编剧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的，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那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三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三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啊。第三步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啊。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终于找到了，第一幕是寂寞，第二幕是绝望，第三幕是希望。第4幕是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我怎么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宗彦，对不对？好，于宗彦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宗彦的样子，那你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都就照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照你。通常编剧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贪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好像帮你在编剧了，还帮你讲很多了。那个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袁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
那现在要进面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请找一下7班班长。等我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议股长跟我来找一个协议股长跟我来啊。先第一位，前面吧。找一个协议股长来。协议嘞，协议。找一个协议股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啊，发给大家10位啊，发给大家做哈。好，各位同学，我们签名，小伟老师签名就到这地方告一个段落。然后两个人开那个房子，这种奔这样走过去，就感觉好像是一部车开过去。那我们要那个声音路人听不到，所以半夜我们常常开车，就是半夜天气又很长，然后你会发现上山的车不行，都加油了，那车太快了；下山的车因为是滑的。那都可以这样子，就半夜收工了不睡觉，就把录音机带着，导演跟着我来。导演跟着你。每天都很充实生活，我们可以把以前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把也有一些新发展的。所以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好像还蛮过瘾的一个时代。是我成长最快的最快速的一个阶段。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是电视剧和刚好聚在一起，到一个新的思维，到了一个瓶颈，电影瓶颈，它自然就会形成，这个也没有刻意的，只是说很多喜爱电影的年轻人在那一段时间突然有了机会，他的想法都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赛性的，或者是一个启发性的，或者一个传染病式的。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他也不可能说预知一个什么运动啊，或者什么也没有，不自觉的，在我的立场呢没有自觉。电影这种方式特别多，他们文化反而是大概我们第一个坏的就是他们的他的口味，经常都死人，你不用考虑这个。有很多科技，有短气，那个经济100多，300-400，那我们就300-400。恐怖分子。恐怖分子这样的类型啊，他们在当年得到
到金马奖最佳影片，其实当时也是大爆冷门，因为他当时在金马奖听说投票过程里面，听说列第9名，就他分数到第9名，后来经过辩论之后进入到第6名，然后在最后关键中竟然会变成金马奖最佳影片。那可是这个红会的所有宣传都走向用枪、用血、用很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但是他们一看完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在那个时候拍这个片，当然现在2002年这个台湾社会其实蛮像的，就是很多边缘人被压迫在边缘，随时会爆发。然后1通电话打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杨洋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一个非常的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到了非常细微。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从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知道大概这个人是什么，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说没有信心到对自己的表演完全失去信心，没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因为原来老娘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到了差不多1984左右，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一方面商业系统没有办法继续建立立足，越来越多的这些文化艺术电影开始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纳闷，这是不是对的？但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的，因为它是边缘被中央化，85年很多一件件然后电影的那个卖座6年回来，然后香港的影片进来，因为香港像金鹰城电影这边成立分众然后金鹰城的东西，所以再慢慢的改变成是片商开始投资台湾本土拍的越来越好，他们愿意拿钱去买香港的片，方面。其实为什么香港的演员叫价会叫到这么高？都是因为台湾片商的。当然，所以他们最后为什么自己突然发觉这是一个死路，就是因为当初他们为了要抢这个演员的电影，突然间把香港演员的片子全部拉到一个透明度，这都是个不健康的走向。电影会萧条，其实我到现在讲，它的原因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社会财产权一直没有被重视。我举一个例子，像《莲花太子》，一部片子要上千万的制作费，你拍完以后你要上映，会有人来跟你谈，我想买你的录影带版权，那版权费多少？18万，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线，我就重复发录影带。你愿意卖的话，我只是保障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盗发。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黑道在控制整个市场，包括到杨德昌他的牯岭街要上片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cable了，cable台在他那个上片就做出广告，在他上片的第2天要首播，包括东影他们去制止都没有办法，准时首播，所以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那国片我干嘛？我去看录影带就好了。到了1984、85左右，就出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论争。那个时候，因为侯孝贤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所以所谓永侯派、反侯派等等这些东西都出来。尤其是那几年的金马奖特别使得这样的议题被白热化。
我想是因为有一些评论界对新电影的定义，或者是真正的能够发生的效应缺乏认识，应该是这么讲，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评论界的社会的很大。我觉得不超过的那个因为新电影的题材完全是很不同的题材，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说，哎，你拥护谁？你拥护谁？其实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真正把他训练不好，把他打死，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谈。后来是会产生这个争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杜明基在那个时候有一篇这个新电影台湾电影搞法啦，他的角度是什么？等于是从加拿大一个发行的一个杂志来看你们都是出来接着电子，用电子太多的同类的东西，就会给人家做成一个误解的印象，就台湾电影就这样就不好看，看来看去就是这样，所以你们会把台湾电影搞死，这也是他的一种说法但是这样一在国内的报纸发表，大家就认为他犯了众怒就引起很大的争议。那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事实上我没有参与那个，就是关于杜明基的那个争议，我并没有参与。我是后来自己引起争议，因为我写了一个谁是上帝，谁是教授，那个时候是我去有感于他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中国时报就是有那个一部电影来看有几分这样，我觉得我还记得最明显的是《红人马戏》，那个时候台湾电影已经过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没错，侯孝贤在那个时候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他的创作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但是是否已经到了教宗的地位因为我还记得那个詹宏志给的那个评语就是说我想台湾新电影只有3个名字，侯孝贤依他先出手了，所以才会有侯孝贤。可能也是所以票房就是被侯孝贤开始，所以明星才跟走。其实明星他为什么走？因为没有票房，所以去香港。所以这批人呢去找一个新的根基。我常说你会不会叫我们先放到这边，我们大家再谈个10分钟，我们第一阶段先结束。刚才各位看这个认不认识的人？有没有人说出这个导演的名字？刚才最后这个光头这个导演也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名的导演，叫蔡明亮。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他说他本来跟一个他的演员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本来想拍成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后来两个人各拍各的，拍到最后两个都拍太长，就变2部电影。一个叫不见，一个叫不散。这2部电影台湾好像开始就演过了，票房很不好。那到这边为止，我想跟各位同学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剩下不多，我想还是按照原来的时间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那个 DVD 是带到国外去用英文的，所以它字幕是英文。那因为我想说它语言是国语台语，大家应该听得懂。那看到这里为止这个在座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刚好这个故事讲到快要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当初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忽然开始慢慢经过几年之后，观众慢慢减少，就引起一个争论，说这种电影拍太艺术，谁要看？就刚才还有个人讲得很激动，有没有？这个蔡明亮导演前面有个人讲得很激动，那个人就是当时是属于被列入，是属于被批评这个新电影，认为说它不好的。那他也访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那么讨厌新电影？”说他讲得很激动，其实他不是讨厌新电影，认为新电影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讨论的。那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影片的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开始看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的那个中安电影公司的总经理，就是他把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些电影。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跟他谈这个东西，就是不完全是讲今天这个，可能要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
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到更后期的一些悲情城市，一些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还有我这样过了一生的一个有的导演叫张毅的，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为止就算了，我们剩下的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来跟大家讲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还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心理状态比较重要。好，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啊，你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我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啊。你觉得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举手。好，放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的，不要觉得差不多了，很满足了哈。满足中间还夹带一点觉得是非常好看的，算了，举手，没有关系。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哦，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们等一下第二节就是下午这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把尾巴看掉。不过也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这边，我想问同学几个问题啊。你现在看下来的感觉哈，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性有再多懂一点？就是我刚才不是问说什么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吗？那刚才那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暗暗的、闷闷的，好像是有好像有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举一个刚才结束的画面啊，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要进来他赶法门把他挡住，很怕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人已经疯了。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里面的主角，叫李立群，他已经疯了，所以那个趴进来那个人叫做丁世杰，这两个都是舞台演员。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啊，他一直打到他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发生的时候，你根本猜不到他会有声音。他是故意用他这样挡住他的时候，你会有心里有个期待。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的时候，你一定被他吓到。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啊，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看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知道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其实那个空白很恐怖的，为什么？你猜不到干什么。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人这样子反击拿出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爬，突然声音响了。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啊，就像电话铃声，铃铃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新导演在拍东西的时候，他尽量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空间。通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们看的时候会被他吓一跳，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看到画面，什么声音从别的地方发生。杨德昌最拿手就是这个。所以杨德昌导演很喜欢用这个手法，不然就是一个空镜头，一棵树，你忽然听到砰砰砰砰的声音，你根本不晓得是打雷还是什么。下个镜头看到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先移到前面一棵树底下，你会以为发生什么打雷啊，或者说要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下一个镜头是他其实有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像这种很巧妙的组合。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文学。啊，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讲到重点，因为刚刚讲很多部分，不然就是侯孝贤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往下看这个世界，要非常非常客观和冷静。所以他到拍那个有一部电影叫《风归来的人》，各位看到几个人在跳舞啊？
在一个女孩前面那边一起跳舞，然后在海边互相脱裤子啊，然后他们追来追去，就是什么事都没在做。他是讲那4个人快要去当兵了，这4个男生快要当兵，实在没事干，很无聊，所以他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无聊，很无聊，怎么办呢？4个人只好互相脱裤子，在海边追来追去，你会觉得这个电影在讲什么？讲什么无聊啊？那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票房没有非常好，因为它拍得很无聊嘛。可他却呈现了当时年轻人走投无路，没有事做，又要去当兵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远的镜头，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都小小的，可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所以我刚才各位看完这个之后会得到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用电影在说文学的方法。我们今天休息一下，下一节课我们把最后看其他人请先就座。除了排队的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是请你就座。来，拿些衣服可以来，站这边一边。谢谢。听完了就请回座。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是住校生，还没有跟陈文琪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等一下回教室用完餐之后，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
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天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第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今天只有发1张，是不是？好，那就是先写今天这1张。你可以跟别人讨论该怎么写，但是不能用抄的啊。这个将会有评审啊。那么如果发觉你是用抄的啊，那就给你退稿啊，甚至给你警告处分啊。学习单是明天早上啊报到的时候，明天早上报到的时候啊交回来。每个同学都要交啊，如果你没有交，这个会让你啊没有办法完成报到手续，你会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没有拿到学习单的举手，你没有拿到绿皮书的举手。好，等一下给你们啊。还没有拿到学习单跟绿皮书的同学，请你等一下，11点50分我宣布可以回教室的时候，上前面右前方大门这边拿。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老师，我们2个啊。好。这个车是谁的？啊，让我欢迎小野老师。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得出来。对老师，看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
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哦。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谢谢各位同学讲那么精彩啊！我刚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坐在车在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就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跟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那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我想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编辑社采访学同学老师，我们这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然后是没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因为资料看小野老师你大学时也是生物系，然后是比较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领域，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上文学之路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背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也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一定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一定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许多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很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一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蛹之声》，就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蛹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她所念的系，她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蛹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很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早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进行第3个问题，就是制作像《逆女》啊、《嫁妆牛车》还有《流氓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融入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曾经制作像那个《薰衣草》啊，然后《杜斯坦之吻》，让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文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让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好，不要太你们都不要太紧张哈。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得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哈，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之后，
说我为什么会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从文学改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10-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会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电影跟戏剧来带动文学的这种理想真的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目标或者期许之类的？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比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一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10-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就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时常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很多人看的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哈，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去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到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如果你没看过他书的话，你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哈，很多日本小野图，然后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然后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您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的朋友？那然后可以大约介绍一下里面的内容，那它为什么具有代表性？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啊，比如说我儿子很
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那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份工作是，一熟读金庸小说者，2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那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更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是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啊，关于你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哈，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啊，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一个叫宏广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我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得蛮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难的，也可以问很简单的，然后不要不好意思，谢谢。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于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他已经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
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所以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他是兴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加个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兴国高中的话，加个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的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一些，想故事讲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故事。还有没有同学要问问题？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那个东西有一点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得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都在探讨那种生命的意义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一本到80几本书中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根本上还有讲不是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那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生命意义是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所以我已经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发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赋予的意义。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会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而不要单一的意义。说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不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
不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积极向前。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9点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40个，好不好？好，老师问。是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雨老师是心灵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 welcome。你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的，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就是非常棒啊！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小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小伟老师，您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更精彩？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我才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去德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就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啦，跟你去玩不好玩的。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这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的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就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一直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了之后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街上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是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哪没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还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
我包包里面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啊，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啊。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查哦，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啊。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啊，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啊。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玩了回来以后，才慢慢再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有没有？因为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经验了。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还有时间给各位看看有没有？好，这位女生。这位女生哈。喂，那个老师您好，我想我们学校啊，就是有帮我们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嘛，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您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谢谢。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啊，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啊，很悲伤也是主题啊，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啊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啊，一只牛啊，然后旁白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较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她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
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啊，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哈，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那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方式在编译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的，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哈，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那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啊，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啊，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啊，第3幕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大家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啊，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哦，终于找到了。第1幕是寂寞，第2幕是绝望，第3幕是希望，第4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哎，我怎么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宗彦，对不对？好，于宗彦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宗彦的样子，那你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都，就照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怎么照你。通常编剧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贪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你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好像一般你在编剧了，帮你讲很多了。那个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燕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请找一下7班班长。然后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议股长跟我来教来。找一个协议股长跟我来啊。先第一位，前面吧。找一个协议股长来。协议嘞。协议，找一个协议股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发给大家10位啊，发给大家做哈。
阿刘，阿刘，阿刘，阿刘。就是那个车身是，那个这边地方有一段老房子，在那个梨花街，然后两个人拍那个房子，这种灯这样照过去，就感觉好像是一部车开过去。那我们要那个声音不容易不知道，所以半夜我们常常开车，就是半夜很安静，路偏又很长，然后你会发现啊，上山的车不行。就加油了，那声音太快了。下山的车因为是滑的，那时候可以这样子，就是半夜收工了不睡觉，就把那东西带着，导演跟着我来。导演跟着你。每天都很充实生活。可以把以前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把，因为有一些新发展的。所以那时候跟那些年轻导演合作那段时间，听你这么讲，好像还蛮过瘾的一个时代。是我成长最快的最快速的一个阶段。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是电视剧里头刚好聚在一起，到一个新的思维，到了一个瓶颈，电影瓶颈，它自然就会形成，就是也没有刻意的，只是说很多喜爱电影的年轻人在那一段时间突然有了机会，大家想法都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赛性的。或者是一个启发性的，或者一个传染病式的，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了。他也不可能说预知一个什么运动啊，或者什么都没有，不自觉的，在我立场上没有自觉。电影这种方式特别多，他们文化反而是那个。大概我们第一个坏处就是他们都觉得参考不到，因为他都死了，你不用考虑这个，有很多科技有短期，那个经济影响300-400，那我们就300-400。这样的类型他们在当年得到金马奖最佳影片，其实在当时也是大爆冷门，因为他当时在金马奖听说投票过程里面，听说列第9名，就他分数到第9名，后来经过辩论之后进入到第6名，然后在最后关键中竟然会变成金马奖最佳影片。那可是这个红会的所有宣传都走向用枪、用血、用很震撼的东西宣传，结果很多观众都被骗进去，以为它是一个警匪片，但是他们一看完之后不是，它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整个台湾社会的变迁到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在那个时候拍这个片，当然现在2002年这个台湾社会其实蛮像的，就是很多边缘人被压迫在边缘，随时会爆发。然后只当一通电话打错就发生一个命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想让他们拍电影拍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一个非常的对台湾社会观察到了非常细微。恐怖分子对我而言，就是从全部拍完以后呢，我都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知道大概这个人是什么，但是我的表演方法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清楚。
我倒没有说被打击到，说没有信心到对自己表演完全失去信心，没有。当我看完了《恐怖分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因为原来老娘要拍这么一部电影，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希望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到了差不多1984左右，开始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一方面商业系统没有办法继续建立立足，越来越多的这些文化艺术电影开始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纳闷，这是不是对的？但说实在，我也觉得不是对的，因为它是边缘被中央化，85年我们很多一线电影都这样，然后电影的那个卖座就接回来，然后香港的影片进来，一堆香港像第一城电影这边成立分众然后第一城的东西所以再慢慢的改变成是电商开始投资台湾本土拍的越来越少，他们愿意拿钱去买香港的电影，帮助。其实为什么香港的演员叫价会叫到这么高？都是因为台湾片方面。当然，所以他们最后为什么自己突然发觉这是一个死命，就是因为当初他们为了要抢这个演员的电影，突然间把香港演员的片子全部拉到一个特别的地步，这都是不健康的走向。电影会萧条，其实我到现在讲，它的原因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社会财产权一直没有被重视。我举一个例子，像《莲花太子》，一部片子要上千万的制作费，你拍完以后你要上线，会有人来跟你谈，我想买你的录影带版权，那版权费是多少？18万，你不愿意卖，你只要一上线，我就重复发录影带。你愿意卖的话，我只是保障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盗发。因为这种东西都是黑道在控制整个市场，包括到杨德昌他的牯岭街要上线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cable了，cable台在他那个上面就做出广告，在他上面的第2天要首播，包括东影他们去制止都没有办法，只是首播，所以这个东西会让大家觉得，那国片我干嘛？我去看录影带就好了。到了1984、85左右，就出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论争。那个时候，因为侯孝贤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所以所谓永侯派、反侯派等等这些东西都出来。尤其是那几年的金马奖特别使得这样的议题被打越化。我想是因为有一些评论界对新电影的定义，或者是真正的能够发生的效应缺乏认识，应该是这样讲，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评论界的受益很大。我觉得不超过评论界的，因为新电影的起来完全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说，哎，你拥护谁？你拥护谁？其实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真正管他训练不好，把他打死，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讲。后来就是会产生这个争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杜明基在那个时候是有一些这个新电影台湾电影搞法啦，他的角度是什么？等于是从加拿大一个发行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们都是出来接着电子，用电子太多的城内的东西，就会给人家做成一个误解的印象，就台湾电影就这样就不好看，来拍戏就这样，所以你们会把台湾电影搞死。这也是他的一种说法，但是这样一在国内的报纸发表，大家就认为他犯了众怒，就引起很大的争议。那时候你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我没有参与那个，就是关于杜明基的那个争议，我并没有参与。那后来自己引起争议，因为我写了一个谁是上帝，谁是教授，那个时候是我去有感于他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中国时报》就是有那个医护队常来看谁死生这样，
我觉得最我还记得最明显的是红马戏，那个时候台湾电影已经做了，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没错，侯孝贤在那个时候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他的创作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但是是否已经到了教宗的地位？啊，因为我还记得那个詹宏志给的那个评语就是说我想台湾新电只有三个名字，侯孝贤。因他先出手了，所以才会有侯孝贤。什么意思啊？所以票房就是被侯孝贤开始，所以明星才变重。所以明星才会怎么说？因为没有票房，所以去香港。所以这是人的很好的新的先知。我常说你会不会叫我们先放到前面，我跟大家再谈个10分钟，我们第一阶段先结束。刚才各位看这个认不认识这个人？有没有人说出这个导演的名字？刚才最后这个光头这个导演也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名的导演，叫蔡明亮。最近他拍了一部电影，他说他本来跟一个他的演员叫做李康生，他们联合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本来想拍成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后来两个人各拍各的，拍到最后两个都拍太长，就变2部电影，一个叫《不见》，一个叫《不散》。这2部电影台湾好像开始有演过了，然后票房很不好。那到这边为止，我想跟各位同学大家聊一下，因为第一阶段时间还剩下不多，我想还是按照原来的时间因为我这个纪录片稍微长了一点。那今天很抱歉，就是因为我带的那个 DVD 是带到国外去用英文的，所以它字幕是英文。那因为我想说它语言是国语台语，大家应该听得懂。那看到这里为止这个在座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看到这边，其实这个地方刚好这个故事讲到快要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当初这些电影从开始票房非常好，到忽然开始慢慢经过几年之后，观众慢慢减少，就引起一个争论，说这种电影拍太艺术，谁要看？所以刚才有个人讲得很激动，有没有？这个蔡明亮导演前面有个人讲得很激动，那个人就是当时是属于被列入是属于会批评这个新电影，认为说它不好的。那他也访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那么讨厌新电影？”所以他讲得很激动。其实他不是讨厌新电影，认为新电影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讨论的。那看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刚刚各位看到一些人都是一些影片的导演，然后有一个各位刚开始看有一个老的讲话带点乡音的，那个人是当时那个中安电影公司的总经理，那就是他找我们几个年轻人进去开始拍这些电影的。那我下午继续跟各位同学开始跟他谈这个东西，就是不完全是讲今天这个，可能要谈的一些文学跟电影的话题。那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间是，各位我们来做个表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完之后，后面就开始要讲到更后期的一些悲情城市，一些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还有我这样过了一生的一个有的导演叫张毅的，这个完之后就讲新电影的后期。各位，我们来表决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就看到这边为止就算了，我们剩下的下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来跟大家讲一点东西，然后大家来发问，还是说把后面那个部分看完，后面部分大概剩下20-30分钟，我们来表决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认为我们讲课本身还是用大家同学心理状态比较重要。我表决一下，你不要不好意思你觉得蛮好看的，把它看完我再来讲一些其他东西你觉得这样把它看完的，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举手。好，放下。你看到这里觉得差不多了，应该留点时间让我来讲，然后你比较想听我多讲一点的，不要觉得差不多了，很满足了满足中间还夹带一点觉得是没什么好看的，算了，举手，没有关系。OK， 放下。好像前面的多一点点前面的多一点点，那我们觉得等一下第2节就是下午这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把尾巴看掉。不过也利用这个时间，各位刚刚看到这边，我想问同学几个问题你现在看下来的感觉有没有对于我刚才讲说电影中的那个文学性有再多懂一点？就是我刚才不是问说什么叫做电影中的文学性吗？那刚才那个电影每部电影都充满文学性，
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暗暗的、闷闷的，好像是有好像有震撼的。那我跟各位解释，其中有一样东西，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举一个刚刚才结束的画面哦，杨德昌导演刚才拍一个恐怖分子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拍一个人要进来，用手把他挡住哈，要进来，他赶把门把他挡住，很怕他要开枪打他，因为那个已经疯了。要开枪打他那个人是恐怖分子里面的主角，叫李立群，他已经疯了，所以那个趴进来那个人叫做丁世杰，这两个都是舞台演员。那他有一个镜头，注意啊，他一直打到他手中，突然听到一声枪声，你在那一刻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他的声音。他声音发生的时候，你根本猜不到他会有声音。他是故意用他这样挡住他的时候，你会有心里有个期待。这时候他声音突然响的时候，你一定被他吓到。第二声响，你注意他已经倒到地上的时候，他镜头里面那个人是趴在地上，画面是空的。这个时候被他开枪打到这个人的头啊，从画面里面一点一点出来。你注意看这个镜头，就是导演的语言，他要制造第二次把你吓一跳。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慢慢一点一点往前爬的时候，画面中留下很多空白。其实那个空白很恐怖的，为什么？你猜不到干什么。这时候声音突然又响，他响的时候有没有拍到一个人拿枪打他？没有，他没有拍到一个人这样反击拿出来扣下去，他没有，他完全拍一个空的画面，一个人往前爬。突然声音响了，这个响的时候，这个枪声。跟画面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开枪的时候应该拍到一支枪啊，就像电话铃声，铃铃拿起电话来，我看到电话，听到铃声。新导演在拍东西的时候，他尽量让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这叫做音画分离，声音跟画面是分开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文学的空间。通常文学是写一些东西描述一些想象的东西。当我把这个想象的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达到一个效果。所以刚才你们看的时候会被他吓一跳，因为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给你看到画面，可是声音从别的地方发生。杨德昌最拿手就是这个，所以杨德昌导演很喜欢用这个手法，不然就是一个空镜头，一棵树，你忽然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你根本不晓得是打雷还是什么。下个镜头看到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他会把棒球打墙壁的声音先移到前面一棵树底下。你会以为发生什么打雷啊，或者说要发生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下一个镜头是他其实有一个人拿着棒球在打墙壁，像这种很巧妙的组合，造成一种想象的空间，这个就是文学。啊，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讲到重点，因为刚刚讲很多听众，不然就是侯孝贤所说的，当他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呢？电影。说明是非常客观的、有距离的看一个事情，好像天空那个老鹰飞过，往下看这个世界，要非常非常客观和冷静。所以他到拍那个有一部电影叫《风归来的人》，都会看到几个人在跳舞啊，在一个女孩前面那边一起跳舞，然后在海边互相脱裤子啊，然后他们追来追去，就是什么事都没在做。他是讲那4个人快要去当兵了，这4个男生快要当兵，实在没事干，很无聊，所以他整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无聊。很无聊，这是怎么办呢？4个人只好互相脱裤子，在海边追来追去，你会觉得这个电影在讲什么？讲很无聊啊。那部电影拍出来的时候，票房没有非常好，因为它拍得很无聊嘛。可它却呈现了当时年轻人走投无路，没有事做，啊，又要去当兵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海岛上面追来追去。这时候他的镜头就用远远的镜头，啊，就是用比较远的镜头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人都小小的，可是海洋很大，画面很大，这也是文学，这也是文学。所以我刚刚各位看完这个之后会得到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用电影在说文学的方法。那我们今天休息一下，那个下一节课我们把最后看请先就座，先就座。
队的同学之外，其他同学还是请你就座。来，拿些衣服背来，站这边一边。好，感谢。听完了就请回座。有没有哪一个同学是住校生还没有跟陈文琪老师登记的？有没有？手上那张，请同学配合注意事项，务必前后要看清楚。等一下回教室用完餐之后，12点20分这边就位完毕啊，12点18分，更正18分就位完毕。你已经签完名的同学可以开始写你的学习单啊，你可以跟同学先心情分享一下啊，那么看看学习单怎么写啊。那么3张，总共3天有3张，你今天就写第1张啊，第1张啊，总共有3种学习单啊，今天只
按摩没关系。来帮老师按摩一下。然后我帮你拍照。老师，我们两个啊。好。这个车是谁的？哦，让我欢迎小野老师。是呢，接触到先生的时候呢，我是在《永之声》这本书里面，当时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老师对于人物性格的描摹呢，有一个独到的功力，就连没有个性的性格都能描写得非常精湛。当我发现呢，书中人物和自己有雷同的个性时，我会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样瞬间的共鸣不是我现在用3言2语可以形容得出来。对老师，看到老师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老师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启发。我觉得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故事中的主角啊，都会做茧自缚，然后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然后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利益，自己人生的利益，然后寻找自我，然后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包在一个小小的茧里面，寻找自我，体会书中人物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也跟着书中人物的蜕变成长。当我在看完书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是变成一只成蝶破茧而出羽化的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场魔术一样哦。然后其中的虚虚实实，然后我实在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现在就请小野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他魔术的技巧。谢谢各位同学讲那么精彩啊！我刚刚来到嘉义的时候是飞机差点搭不上，跑到那个柜台，他说剩下最后一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就在坐在车在那个飞机的那个驾驶后面，空中小姐隔壁最后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坐？你要面对所有的那个乘客。我说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也要面对很多人，所以我先试试看坐在很多人前面什么滋味。所以我来的时候差一点没搭上飞机，不过上帝保佑，我终于来了。我搭最后一个位置，面对所有的顾客，假装眼睛闭起来没看到大家，飞到这边来了。然后今天这个场面真的很特别。我刚才在来这边的路上讲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演讲。然后我最近的一场演讲是去德国，有一个法兰克福，去跟德国一个国际书展的德国现场的国际观众讲一个台湾的文学跟电影的主题。讲完之后，我就把台湾的主题带到这边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也非常高兴。选择你们学校，你们学校真的蛮特别的。你看刚刚的开场就知道，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开场这么慎重的，有点把我吓到了。我也知道你们非常热情，因为前面有一次本来是 SARS 没有来成的，我就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然后卡片，我看了非常感动，想说下一次如果再办的时候，就算再忙也要来。所以果然等到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忙的。那我想说又不能不来，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各位失望的表情，所以我就来了。那当然来这边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共同的经验嘛。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场有些人要发问，是不是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各位不要紧张，你们就要开始吧，我们自由发问。是那个新国中学编辑社采访学的同学老师。我们这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然后是没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因为资料看小野老师大学时也是生物系，然后就是比较属于自
自然科学方面的领域，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上文学之路呢？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像刚刚那位同学开场白说，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念生物了，因为我们生物老师很凶，然后我很崇拜科学家，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念生物。当时老师送了我一个蛹，一个蝴蝶的蛹，他告诉我说这个蛹你摆在家里面观察10天，但是你小心它会很快就飞出一只蝴蝶来。后来我就把那个蛹带回家去，放在我的那个书房里面，不到10天它就破了，然后就飞出一只蝴蝶。那只蝴蝶是南台湾屏东少见的一种叫黄裳凤蝶，黄色的衣裳叫黄裳凤蝶，那个翅膀黑色的，身体黄色的。看完之后非常感动，觉得生命实在非常奥妙，觉得生命本身非常奥妙，所以我也想了半天，生命很奥妙，应该念什么系呢？就念了生物系。后来发现，我想如果了解我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系，因为生命的本质可以念哲学系，哲学系可以探讨生命的本质，不要念生物。可是我当时因为念高中嘛，不太清楚这个选择，于是我就念了生物，而且我如愿以偿也考上生物系，而且也非常辛苦念了4年，成绩也不错。最后为了要立志当科学家，就去了一个医学院研究2年，教书。然后出国念书，念分子生物，一直到差不多快要30岁，我恍然大悟，觉得说我如果喜欢生命的话，我应该做许许多多创作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就重新开始我的生命，所以其实我的生命改变很大。后来我开始创作，包括拍电影，然后写小说、写童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大学时代念生物也没什么不好，一方面增加蛮多生物的知识以外。科学训练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科学训练对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理性，我比较不会很情绪。那我觉得有时候你学一样东西，有时候不完全只是知识嘛，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小说《永之声》啊，在1990年就是中国时报评选为那个40年来影响读者最深的那个书籍嘛。那对于这一部小说，你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很漫长而缓慢的过程。我人生中第一部小说叫《永之声》，就写的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老师送我一个蛹变成蝴蝶的印象我实在太深刻了，所以我第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永之声》。那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写小说，那我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念生物系，所以我让那个男主角是念生物系的。然后他的朋友有人念中文系，有人念经济系，因为我妹妹是念中文系的，我姐姐是念经济系的，我所有的知识跟认识都是我身边的人，我就用我姐姐我妹妹的她所念的系。他有的课本跟内容，我去了解，写下我人生中第一部中篇小说。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永之声》里面写了很多实验室，我写了很多生物系的实验室，做实验的诚不诚实啊，或者在大学的爱情啊，或者大学生的处境。那现在看起来，也许里面有蛮多的技巧上的很不成熟，可是我始终没有再去改它，因为我觉得它蛮能够反映像我那样子。刚刚才进大学，我大概是念大学就开始写作，大一、大二就开始投稿，所以里面保有很多是那个年龄的心情。那我其实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第80本书了，这80本书你可以回顾最少第1本到现在第80本，我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我所比较想关心的，我想写的事情，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的追求跟那个他的教育，他学习，然后他的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从第1本写到第80本，我中心的关心都差不多，只是写的故事不太一样，跟题材不太一样。那我们进行第3个问题，就是说像《帝女》啊、《嫁妆一牛车》，还有刘航教授等这些像那个文学啊融入本土戏剧的那些这些戏剧节目也是，你也曾经制作像那个
薰衣草啊，然后自然之吻，这样使用偶像剧的手法，这样来塑造文学生活化的那个戏剧节目，然后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促使你会有这样风格迥异的那个尝试？其实我今天来这边，待会儿的课程里面，我会讲到，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因为早期的台湾电影跟文学是脱节的。那在我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我就大量改编了很多台湾的文学作品。另外呢，当我从事电视工作的时候，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引进了很多台湾的小说，比如说《逆女》这个小说，我就改编成一个7集的迷你连续剧，还有《流氓教授》，让各位比较有印象的当然是《流氓教授》，因为它是一个8点档，它也是一个人的自传。不要太，你们都不要太紧张哈。那个你一紧张我就跟着很紧张了。那个《流氓教授》其实也不是一个小说，它就是改编那个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嘛。那我就会想说，这个故事如果变成连续剧的话，它可能很有一些情节，也很有一些励志啊，我就把它改编了。换句话说，我本身一直觉得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应该要有自己的艺术，它应该有自己的舞蹈，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音乐，它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它甚至于应该要有自己的电影，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剧。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台湾本身应该要有能力生产自己很好的电视剧，所以包括偶像剧啊，我都认为说偶像剧好像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找自己的故事，自己拍。所以各位大概有一点印象，我在台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叫做《名扬四海》。名扬四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名扬四海就是很典型的是也没有改编日本的漫画，也没有改编什么，就是在台湾本地找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北部去求学奋斗的故事。那后来拍了大概1-2年，后来我都离开我的工作了，之后才上映。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属于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还有一些偶像剧都是台湾自己本地自己创造的。我一直在觉得说一个环境啊，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台湾社会，我们台湾的这种环境，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从我们环境里面找故事，找能力来完成。就像我刚刚来之后说，我去德国做演讲，是因为德国人知道台湾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拍了很好的电影，从文学改编，希望我去讲给他们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10-20年以前一直进行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我是很乐意去把我们自己拍的那个电影、文学介绍到欧洲去。那换句话说，既然欧洲人都知道我们的东西，我当然今天会特别来这边，希望带给这边的孩子，国中生也好，小学生也好，高中生也好，知道一点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大概是这个心情。电影跟戏剧来带动文学的这种理想真的实现了吗？那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目标和期许之类的？经过了一个电影跟电视的改编以后，台湾有很多文学作品被很多人知道。譬如说，各位公共电视有个镊子，对不对？镊子是一个作家白先勇，大概都比我大个10几岁了，是我们这一代比较崇拜的作家，比我大概10-20岁的一个作家叫白先勇。那他的作品在台湾，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看，那到了我们下一代，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作品。所以经过电视一播以后，很多人就知道有一个白先勇这个作家，他有作品叫镊子。所以电视跟电影实际上有帮助我们去让文学作品让别人知道而已。那未来我最大的梦想是因为我看到美国有迪士尼有他们的动画，然后美国的迪士尼其实是台湾加工的，就美国很多这个来台湾很多人看的这种迪士尼的动画哈，各位我想从小到大都看过很多这种动画，其实有一大半是台湾在加工，加工完之后再还给他们在全世界演出。那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说台湾有能力自己做台湾自己的想出来的故事，自己的 idea， 自己拍动画，然后这个大概是我所有实现的梦想里面还没有实现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实现了很多梦想，那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很大的梦想，其实蛮难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动画能够全世界发行。那现在青少年十分缺乏阅读文字的动力，那你对于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资讯太发达以后，我们打开电视就可以直接看到一些影像，对不对？然后打开电脑打一打字，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就像你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去电脑上打一打"小野"2个字就出来很多东西，就可以问我了。
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消化一些，跟看一本书，很完整的看完一篇小说，或者读一本书，越来越没有时间，都依赖那个工具。什么叫工具？就是说我只要打开来按一按就出来了。它那个好处是非常快，坏处是你久而久之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你的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作家，你可以问他很多问题，可是你可能完全没看过他一本书的时候，你怎么样问都问不到那个核心啊！我不是说你们两个，我只是举例子说，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家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书啊。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如果你去没看过他书的话，你电脑上一按"小野"2个字，打出来一大堆小野，也有日本人的哈，很多日本小野，那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距离他已经好20-30年以上了，你会觉得很遥远，懂吗？就是所以你刚才讲看书，其实看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最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很安静的让自己进入一个世界去看一本书，然后你的心情会安静下来。心情会安静下来，不会跟着这个时代的脚步非常快速的往前进的，然后心里慌慌的，好像读了很多东西，好像每天都在看电脑，每天看电视，好像知道很多，又好像知道不多。那看书是唯一让你能够让自己觉得说，我很实在的看完一本书有收获。那您心中是否有一套书可以推荐给我们高中生朋友？那然后我也请大约介绍一下里面内容啊，它为什么具有代表性？这个问题问的我不会答，因为台湾每一年每个月都出几百本书，我很难讲哪一本书。但是我觉得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青少年阅读应该是很广泛比较好，不要太局限于说像我那个年代，我会被鼓励说只看传记啊，看名人传记，看成功的传记。到了这个年代，我会鼓励同学什么都看，尽量多看不同成长的东西，比如说你就爱看侦探的，你爱看武侠的，你爱看漫画，你爱看一些爱情小说，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阅读本身是一个进入文字世界的一个门。当你开始喜欢阅读以后，你就很自然的，也许你读一读这个，读一读这个，读一读那个，然后慢慢就会喜欢其中一样。我讲个笑话比如说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什么都读啊，他有人跟我讲说他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他说他要买一套，他那个念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钱跟我给他的钱去买了一套金庸。那很多父母亲很怕小孩看金庸，那可是我儿子很小就看金庸，看完了很熟。然后我儿子也是跟大家一样玩电动玩具，然后你会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电动玩具上面。那他念的大学是念社会系，有一天他毕业了，他去应征工作，他看到有一个份工作是，一熟读金庸小说者，2很会打电动玩具者。他一看2个都符合，跑去应征了。他发现这种人很少，一个是把金庸小说全部看完的，第二个电动玩具打得很快的。那这2个人可能各一个都可能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很少。结果我儿子就去应征了，就是他终于找到一个他在他小时候自己纯粹是兴趣，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一份工作他可以做。我不是说这个好坏了，我只跟各位聊天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个书单，说我只能读什么书。我倒觉得你们可以试着按照个人的兴趣读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非常谢谢老师。好，我们待会还有什么？要不要开放现场？有没有人要发问？有没有开放的同学？有没有同学要发问的？啊？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可以举手？因为我们时间还有一些，对不对？原来我们到几点？OK， 好，那我就来。好，现在你刚刚说你想做动画关于动画的题材，你觉得哪一方面是你最想做的？这个同学问到那个动画我站起来讲一下好了。我最近看到有人那个想改编那个吉米的那个改编吉米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好几本绘本，对不对？像有部电影叫《向左走，向右走》，它就是从吉米的那个里面改编的。那其实改编动画题材在台湾有很多题材。你从比较古老的传说里面去找题材，去从中国的神话小说里面有很多题材。其实动画是因为怎么样做，而不是题材。比如说，你看迪士尼最后做到最后，花木兰他都可以做啊。他把
把中国古典的花木兰都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然后日本人可以把中国的《三国演义》做成电玩这样，就是说题材本身其实很多，主要还是能力，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有趣，比如3D 动画的技术、绘画能力。所以台湾如果要做动画，其实条件很好，因为台湾除了早期的上游的话，上游这个想故事跟导演以外，从开始画图到加工到完成，全部都有。在台湾有很多这种公司，最大的一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工公司，在台北的一个台北县一个叫宏广公司，它里面有几千个员工。那我曾经带领他们做过一个西班牙的卡通，我带领过他们一群人在做自己编剧，所以我蛮希望在我可见的未来，大概5年10年之内，看到台湾可以生产自己的动画、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做，我觉得不会太难。这个同学问得蛮好，各位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难得来这边跟大家碰面，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可以问很难的，也可以问很简单的，然后不要不好意思，谢谢。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对于你对人物的描摹就是非常非常的生动，然后我在看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进入到书里面去，然后变成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功力啊，除了多观察、多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于人物哈，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我通常看他什么呢？我看他习惯，就他会摸鼻子啊，他已经从他动作开始看，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就类似这样，这是一种观察开始，对不对？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他的习惯，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他家庭背景，他生活在哪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要做一件功课，就是在编剧以前，对你每个角色哈，都要重新写一遍。比如说某某人几岁，小学读哪一个小学，国中读哪一所，比如兴国高中，兴国高中位于哪里？这个高中有什么特色，会影响这个人的什么想法？所以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物啊，是要这么仔细的，从他的成长到读书到现在遇到过什么事情写一遍，好像写报告一样。写出来以后有什么好处呢？写出来之后，你在写作的时候啊，他怎么讲话，你就差不多知道。他讲话的口气啊，比如说你讲话口气，你喜欢用的口头禅，你是用哪一种语言？然后你个性是很害怕的，还是很爱讲话的，还是胆子很小的，都随着我们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就知道了。这时候再往下写小说或者写剧本都很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说，他们说怎么样开始写小说，怎么样开始写剧本？我说，那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要写的所有人列报告，花一个时间去做研究跟调查，然后写下来，然后都放在自己身边。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头翻这个人到底什么学校毕业的，有没有什么故事？他是兴国高中毕业，我给他设计家的同学好了。同学当然也是兴国高中的家的同学，就是说你会从你人物的分析里面不断的找到材料，不断地找到灵感。你要是没有这个人物分析，你凭空乱想一些，想故事讲不出来，没有灵感，还不如乖乖的回到最原始的，把这些人物调查好，做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不断的往下写故事。还有没有同学要问问题？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的书？哪一本？或者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好奇或者不太懂的，都可以问，没有关系。你可以问得很轻松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笑你。你问得很轻松，我也不会笑你幼稚。你问得很难，我就回答的你想知道的东西。不要不好意思，你们要练习自己发问嘛。你看同学脸皮都很厚，很快就讲话了，比我想象中好一点。我本来想说南部的孩子都比较害羞啊，都不敢问问题，结果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问得蛮好的。好，我一讲完就有一个女生了，很棒。好。就是啊，我要先说抱歉，因为我没有看过小野老师的书啊，然后就是对你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不太了解吧。不过我刚才在听你说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到说，就是你写小说啊，或者一些故事之类的，
都在探讨那种生命的意义啊。然后我想问你说，你从第1本到80几本书中啊，你所探讨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课本上还有讲，不是深奥。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是书上告诉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那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了。如果这样的话，我生命意义已经达到，因为我有2个孩子嘛，所以我已经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请坐。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说，大概是没有答案的。就生命的意义应该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生下来那一刻开始追求的。有些人生命意义非常伟大，因为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讲一个韩国企业家，他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女孩子，全家人都唾弃他，就后来一场战火爆炸了，他只有5岁就被遗弃了。那他后来看到一个炸弹丢下来之后，他身边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被打死了。那时候他5岁，他那一刻他告诉别人说，他突然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创造一件事业帮助别人的，否则的话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一瞬间看到很多朋友都被炸弹炸死，那是他的生命意义。那每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环境不同、经验不同，给自己赋予的意义。人本身活着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应该这样讲。就是人你活着，你想想看，这个生命本身多么奇妙。在你之前，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父、祖母、你妈妈那一边的系统，只要有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你，对不对？我们往前推到远古时代。中间要不能断掉，才会有你这个生命诞生。所以一个生命诞生之后，你要告诉自己说它是很奇妙的。就像我看到蝴蝶从蛹变成蝴蝶，我会觉得哇，生命好奇妙，怎么会有生命这个东西？当你觉得生命很奇妙的时候，你就要赋予生命很丰富的意义，而不要单一的意义。说啊，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那多可怜呢？万一我追求不到我的目标，我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其实活着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至于你要追求什么，随着每一个人的需要。跟学习跟经验不同，给自己下定义。我之所以一直在写作，其实我也不断的在书里面，在写一些人在追求他自己的东西，我不断的在探讨这个东西。他不会有一个一定答案，因为如果有一定答案的话，可能我们都不需要上课，不需要花这么多力气去研究、去写作、拍电影，做各种艺术创作，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去追求生命中最奥妙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是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我可能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也不会想再写作，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因为我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嘛。好，还有没有同学？我们定一个时间，看到几点钟好不好？积极向前。我们下一堂课是刚才讲几点？9:50，没关系，时间这个机会很宝贵，给大家继续问。那就35分40个，好不好？好，老师问。是啊，同学，我会鼓励你们尽量要表达自己，因为小雨老师心里很开放，非常 easy， 你跟他在一起就这么自然哈。所以你不要去害怕说你的问题，因为你们才10几岁，当然你问的问题一定是会比较10几岁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害怕，任何问题都 welcome。你难得碰到这么好、这么亲切的一个老师在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握。那刚刚有几位有话表的，我觉得特别要鼓励他们，就是非常棒哦。自我表达应该是自我表达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学习成长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懂得表达自我的情感、自我的思想哈。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你很幼稚，因为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应该是这么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请问肖伟老师，你喜欢旅行吗？那因为我是觉得说旅行其实跟阅读是应该是相通的，旅行也是阅读的一种，阅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哈。那我本人是也蛮喜欢旅行，我想请问肖伟老师，您如何结合旅行跟阅读，让生命更丰富更精彩？谢谢。这位老师问得很好，因为他刚刚旅行回来，我刚才讲过我去德国，那其实蛮好玩的，只是今天时间不太够啊。就是说我以前旅行的时候，假使我是带着我的2个小孩去旅行的话，他们是最讨厌跟我去旅行，为什么？因为他们每次要去旅行前，我在出发前都要上一课说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哪里，然后我就拿出地球仪说我们来讲一遍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的历史地理。他们俩就看着我说，哎，算了啦，跟你去玩不好玩了。我们自己随便玩就好，干嘛跟你去？去了你一到巴黎，一到哪里又要看这个博物馆，要参观那个
各种那个古迹啊什么，那个什么好看的嘛？有什么东西肚子饿了，什么东西好吃就吃嘛。有河流就看，没东西就再到处玩一玩，没关系。所以我小时候，我2个小孩很怕跟我去旅行，可是又没办法，因为太小，只好我带嘛。等他们比较大一点之后，就开始比较敢自己出去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鼓励他们自己去玩。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在出发前一定要拿出地图来哈，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研究一遍，因为我们小时候旅行蛮难的，不像现在，以前出国都很难的。所以我的记忆中，我们同一代的人每次一去到一个地方啊，拿起地图来，用跑步的哦，到每个地方拍一张照片也好。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有5个古迹啊，用跑步的，快要关门了，在夕阳落山前，每个地方拿去拍一张照片，10秒钟，拍完照片到此一游，赶快跑步又到下一个点去。从这样开始玩，到后来渐渐的觉得说这样玩也没什么意思。那我后来就越来越领悟到说，其实旅行啊，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只要飞机票一买啊，去了再说。我这次旅行就是这样，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因为时间很忙，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我去的那个城市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我都搞不清楚。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南边，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那我一上飞机前一直在忙别的事情，忙到要准备演讲稿、准备纪录片，全部 OK 以后上飞机的时候，法兰克福在哪里啊？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到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看到一个旅馆，跟一个那个火车站，就住进去了，开始我旅行。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地图也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看，走到街上去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我终于玩了一次，是从头到尾没有拿到任何资料，也没有买一本这个旅游手册的一次旅行，然后自己带一张白纸，走到哪里做记录，走到哪里做记录，把东西哪没搞清楚，然后到火车站去看，研究一下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火车来了赶快跳上去，坐错位置也没关系，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这样子玩回来，到有一天玩了差不多7、8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本来应该在出发前买的书，比如说法兰克福导游或者海德堡导游，就是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想想有点可惜，我来这边已经玩那么久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那个导览，所以等于是离开前才买了一本人家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回到台湾来，我好像还带在包包里面，我包包还来不及整理，还放在包包里。我包包里面还放了一本法兰克福的导览，我还没开始看，因为我才已经玩回来了。所以我刚才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说，尤其是你们这个年龄啊，我给你们很珍贵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做了一些研究当然是不错，但是比研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用自己的脑袋、身体、眼睛看到什么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那永远是最珍贵的。尤其是你做错，比如说走错路。你永远不会忘记你走错路，像我就走错了，走着走，忽然走到一条河流上面，这是哪里完全不知道，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可是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丢掉，因为反正那个地方再大也走路走得到。但是你曾经走错的，曾经因为完全不知道而做记录的东西，永远是会是你生命中最记得的事情。你根据资料去找完之后，你可能看到拍张照片之后，你回来都忘记说那铜像叫什么名字。真的会忘记。那我就是去玩的时候，我就很小心的自己玩到哪里就把那个树叶落在地上的树叶把它捡起来，放在那个笔记本里面做个记号，说这是在哪里的树叶。然后如果是什么树，我就做笔记。如果不认识它，我就回到台湾以后，家里有很多那种那个资料很容易找啊。家里一本植物全世界植物的博览，我就去查这个树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下来了。我曾经在几月几号到达法兰克福的一个歌德的铜像的后面有一棵银杏树，这个叶子就是银杏树的叶子啊。这样我就觉得人生这样子自己去摸索跟探索是很有趣的。那你们这个年龄还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以后我会希望你们每一步都是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人生啊。从旅行里面你也看到很多东西是只有你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刚刚老师问到旅行，我刚刚才旅行回来，有很深刻的感受，就这一次我终于没有依赖任何地图跟资料，玩了回来以后，才慢慢再回来再看看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感受一不一样。我跟别人感觉一不一样，因为别人也会写说他去了那个地方嘛。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经验了。这个经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还有时间给各位看看有没有？好，这位女生。这位女生哈。喂。
我们学校啊，就是有帮我们举办那个英文话剧的那个活动啊，那我们就让学生自己尝试写那个剧本。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很喜欢戏剧的人，那我以前一直觉得剧本就是这样写嘛。后来自己尝试写之后，真的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您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您是把人物构思之后呢，是把整个大纲就是想好你要写什么，然后再写细节，还是说您就先起一个头，然后边写边想这样？谢谢。那个写剧本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个最根本就是你第一个要问自己说，你这个剧本想说什么？就你这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在写之前一定要问自己说，我这个剧本想写的是一个寂寞，寂寞也是个主题啊，或者说很拥挤的城市，就你要给自己先想你这个整个剧本想表达什么，比如很悲伤，或者表达一个喜剧，很好笑，很好笑也是主题啊，很悲伤也是主题啊，所以你要先想出来这个。想完之后，当然是所有的戏剧都是透过这个人啊发生故事，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有个戏剧都没有人啊，一只牛啊，然后旁白也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设计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说，你这些人要干什么？就你一步步推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这个戏剧要表达是寂寞，用谁来表达寂寞啊？一个老太太跟一个流浪汉，好，可以 ，OK， 两个角色在哪里遇到？发生什么事情？那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那这两个人背景是什么？背景有差别哦，因为这个老太太有可能是她其实还有儿女在国外，她一个人住台湾，这也是一种老太太。一个是她儿女很不幸的都比她早离开了，她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故事又不一样。然后她遇到了流浪汉，那流浪汉大概几岁？他为什么变流浪汉？他是自己不得已当流浪汉呢，还是他其实在南部有个田地，他很贱，他想当流浪汉，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当你去想这个人的时候，越想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在对话中讲出来。对话，那比较高明的写法是不要直接说，不要直接说出来说，各位我是流浪汉啊，我怎么样啊，各位我是这个老太婆，我是很寂寞的，你绝对不要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不用编剧了，你一定要透过很多行为。很多行为，你就知道这个大概是很无聊的，或者是很寂寞。你要用行为啊，然后要用方式，就是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去表达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涵。这个间接不要那么直接，也是一种技巧，对不对？就像说你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我好像不用说各位我叫王大毛吧，我不用那么笨的方式说各位我叫王大毛，你可能就他走过去有人叫说王大毛，他已经告诉你他叫王大毛，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方式在编剧上是要稍微有点技巧的，这样懂吗？这样讲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想编剧或者写故事的话，我给各位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就是情绪，就是如果你这个舞台剧是有5幕一幕一幕这样接，有5幕的话，你告诉自己说，第一幕老太婆流浪汉坐在那边讲话，这第一幕。我想表达的是很寂寞，请注意，寂寞就是情绪。第二幕一翻开，老太婆不在了，只剩流浪汉一个人站在河边，他想自杀。那我想传达给看的人的东西是很悲伤。第二幕情绪是悲伤。第3幕，他突然看到一只小猫走过来。第3幕是希望，小猫走过来了，为什么小猫给他带来希望呢？我们中间带一点悬疑。第3步就是希望加上悬疑，这是你的情绪。我这样讲下来，你大概就知道说，如果你编不下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检讨说，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寂寞，我想说2个人的故事。那我透过谁来表达呢？2个角色。那这2个角色我用什么情绪表达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终于找到了。第1幕是寂寞，第2幕是绝望，第3幕是希望，第4幕是什么什么。当你抓到每一幕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故事就可以往下写。否则你会写下去，我怎么没灵感呢？不是你没有灵感，是你还没想清楚。你应该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呢？很多人都说没有灵感，其实是因为你一开始没想清楚你要做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要写个故事是你妈妈，我举例子，或者你爸爸，你身边这个人。你妈妈或你爸爸，你那么熟悉的人，你怎么会没有灵感呢？你每天看到他进进出出，或者他做什么事情，甚至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不管怎么样，
他说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啊，你很容易写他，你从他身边的一些活动、行为、讲话就可以模仿嘛。所以很多人编剧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会想一个他认识的人，就刚才这位同学啊，叫于宗彦，对不对？好，于宗彦这个同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干脆编一个叫做小林，这个小林的所有样子就是于宗彦的样子，那你是不是就变得很好写？很好写嘛，他平常跟你讲什么都就照他平常骂你的话，他平常怎么样走路怎么照你。通常编剧最好的话就是去想一个你熟悉的东西，开始写。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要试着写作的话，其实就写自己的故事，写日记，写自己，先从这一个简单的方式写起，再开始写小说，写别人。好，就不用贪心说，开始我要写一个天马行空的伟大的巨著，那你可能会发疯。就不要做那么难的事情，就做个简单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爸爸也跟我讲说，你先学会写日记，写自己身边的人，啊，写每天的事情，你就慢慢会写下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好像一般你在编剧了，我帮你讲很多了。那个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那个同学的问题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小叶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要求一下帮我们签名吗？那现在要签名的同学可以到前面来。来，7班的班长来，请找一下7班班长。等我回去先准备考试啊。找一个协议股长跟我来找一个协议股长跟我来啊。签第一位，在前面吧。找一个协议股长来。协议嘞，协议。找一个协议股长来，跟我到办公室拿考卷啊，发给大家10位啊，发给大家做哈。好，各位同学，我们签名，小伟老师签名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Hello.